不要购买。果然，网上宣传的品牌都不可信，反而在中国的某书 App 上，你会发现诞生了很多你听都没听说过的高级品牌。这样的价格，这样的效果，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今天想来讲一下德国的品牌 MSB， 大概在19年的时候，我购入了一些他们家的产品。那么到现在为止呢，还有一些东西是我目前还在使用的，所以我今天想来讲一下关于我对这个品牌的理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德国人特别低调的关系，以至于这个品牌在网上能查到的资料也是非常的少。在中国人的心中，可能觉得德国人做事风格是一丝不苟，所以德国出产的产品一直给人感觉就是品质特别有保证的一种感觉。那么单谈化妆品这块，日本的化妆品行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就会想说，在同样制造业发达的德国，好像没有什么化妆品品牌是能够立刻让你想起来的。尽管我们知道妮维雅，也知道其公司拜尔斯道夫是很大的集团，优色林以及像顶级品牌 La Prairie 其实都属于这个公司，但是和那些旗下琳琅满目一大堆美妆品牌的其他集团来说，德国好像又让你觉得牌子并不多。反而在中国的某书 App 上，你会发现诞生了很多你听都没听说过的高级品牌，比如说从来没有听过但是包装却极其简陋的瑞士品牌，也比如说贵到吓死人，同样包装也非常简陋的德国顶级品牌 MBR。 我当时只记得这个品牌有售价8000块钱的精华，以及它墨绿色的简单包装。你要说感不感兴趣呢？感兴趣。谁会对超贵价的高级护肤品没有兴趣呢？可是我的钱包无法让我感兴趣。而且这个德国品牌到底是什么，你对它一无所知。刚知道这个品牌的时候，只是听说它在高级美容院会使用，然后如果你在网上查资料，包括现在2021年，你几乎能查到 MBR 的资料都是非常少的。直到19年的时候呢，我关注的一个代购呢，他就开始率先推广 MSB， 就是我今天要提到的这个品牌。他把品牌理念诠释得非常好，瞬间就让我心动了。不仅仅是因为 MSB 是我刚才提到的 MBR 的兄弟品牌，而且它在售价上也比 MBR 要亲民太多太多。这个品牌着重在它清洁的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皮肤的存在呢是为了保护你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吸收产品而存在的。如果想要一个护肤品有效果，那么首先它得进得去，那就涉及到你有没有清洁干净，老废角质有没有影响它的吸收，以及它的渗透性问题。与传统清洁步骤洁面后配合去角质化妆水一样， MSB 还多了一个打开的过程，呼应到我刚才讲的，你想要注入，首先得清除障碍。体现在它的角质护理方面，针对不同的皮肤使用生物酶或者果酸类的产品，帮助疏通代谢，打开你的皮肤通道，并让角质形成正常的代谢过程。之后你就可以注入高效的精华以及封闭的面霜来锁住这些养分。可以看得出来，这是非常简约派的美容院系护肤理念。现在我们知道角质护理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内部深层抗老不是1-2天能够看得出来的，但是粗糙的角质却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健康的角质层，你的肤色也好，你的纹理也好，看起来状态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在完全没有做任何功课的情况下，仅仅在代购的介绍下就购入了一些产品，因为我觉得这个品牌至少3观是相合的。几个月之后，美容大 V 就开始陆续推荐这个品牌的产品，而且很神奇的是，他们不约而同都开始推荐入门款的骨胶原精华，同时也是我正好一并购入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就从骨胶原精华开始说这个品牌。骨胶原精华有2种，一个是适合熟龄干皮的骨胶原2号精华，那我肯定不是干皮，所以我购入的呢其实就是这款针对毛孔粗大跟紧致的日夜骨胶原精华，也称之为橡皮筋精华。从这个名字就能听得出来，它是有紧致的作用的。MSB 家的精华呢，几乎都偏向于基底精华，所以质地非常的清爽，这对于油皮来说是非常喜欢的。30毫升的精华，在你用对量的情况下，几乎都是1个月空瓶，真的就是悄无声息的用完了。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紧致，也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毛孔的变化。当然，这是很正常的，本身毛孔的改变也需要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仅仅是用护肤品的改善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是一个护肤爱好者，每用完一个产品，你一定是有一个感受的。也许你说不出特别明显的感觉，但是你的气色、光泽度都会有些微的改变。而这款骨胶原精华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悄无声息。如果你是因为美容大 V 在推荐这款骨胶原精华说好用，而你又是毛孔油皮的话，那我推荐你不要购买。虽然价格上比起它的兄弟品牌 MBR 亲民太多，但是这样一瓶30毫升的骨胶原精华也要售价人民币700多。所以这样的价格，这样的效果，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说到这里，你一定会觉得，果然网上宣传的品牌都不可信。为此，我还专门去它的品牌官网查看了一下。来看这张图，这是 MSB 在德国的店铺分布图，可以发现很均匀地遍布在德国的各个角落，而且数量不少，有43家，只在德国有。这样的情况就意味着，至少它是一个真正的德国品牌。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说，在德国生活了很多年，并没有见过这个品牌。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而我现在在日本，可以利用日本相同的状况来解释这个问题。其实日本有很多院线的品牌，大众不一定都认识，只有你常去美容院用过这个品牌，你才会认识它。而通常我们所熟知的品牌，一般指的是百货店、药妆店在贩卖的产品。而我之前日系空瓶主题提到的品牌梅伊纳多，这么大的化妆品集团，可是人家就是没有在百货店设专柜，只在专卖店以及专属的美容院内贩卖。连现在无人不知的明星御用美容仪宙斯，其实在很多年前也只在美容院中贩卖，并没有实体的专柜。所以如果当地人并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品牌，不足为奇，因为 MSB 其实也是主打院线的一个药妆品牌。回到产品上，补胶原呢，其实只是我这次购买中不太出彩的单品。那么我继续来介绍其他我喜欢的产品。刚才我提到 MSB 打开的这个理念，那么我购入呢，就是针对油皮的这款七萃夜间焕肤调理面膜。比较抱歉的是呢，我现在提到的好几款产品呢，我都没有办法挤出来给大家看质地，因为都已经是空瓶了，因为都是之前用完的。这其实是我人生的第一支果酸面膜，10%浓度的混合果酸，采用了百香果、柠檬、菠萝、葡萄4种混合果酸，比单方果酸要来的效果更好。而且它用的都是小分子温和型的乙二醇酸，配合舒缓的泛醇以及保湿抗菌的丁二醇。它还可以针对男性胡子倒长的问题。它是这种按压的设计，所以取出来呢会比较方便，在你的脸上停留15分钟，洗掉即可。可以每天使用，它会有一些刺痒感，但是跟我后来接触的一些比较刺激性的果酸产品相比，已经非常温和了。这款调理面膜呢是让我用完非常惊喜的产品，可以明显感觉到皮肤变得很透亮，毛孔虽然没有办法缩小，但是看起来呢排列非常的平整光洁。不过50毫升的容量，售价在1000多人民币，加上我一直使用的话，大概在2个月内用完它，所以它的性价比并不是很高。之后我也陆续购入很多平价的果酸类的产品，也会在这个频道跟大家进行分享，所以你们懂的，赶紧订阅我的频道。身为油皮的话，我更加偏爱涂抹式的面膜。这款 MSB 的钻石修护面膜，忽然从名字上就会让人想到香缇卡的钻石以及悦碧诗的钻石。相比前两者昂贵的价位，这款50毫升的容量售价在50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我也是毫不犹豫的一起入了。成分并不复杂，高浓度的蛇毒三肽本身就可以起到类肉毒的紧致作用，唯一抗氧化，荷荷巴油起到保湿的作用，所以它是一款非常滋润的面膜。添加修护的泛醇也有舒缓泛红的作用。其实这款面膜的优点挺多的，而且它的槽点只有一个，就是它的香味非常的俗香。大家家里应该会有以前的那种干花香包吧，就是那种味道，发腻，这是它唯一的缺点了。来看它这个瓶子的设计，是这种按压式的涂抹式面膜，过程非常有意思，大概是我为数不多见到面膜是这种设计的。这个设计非常的便利，然后你轻轻推开，薄薄的涂抹上脸，呈现这种乳白色的状态。稍等一下，它就会完全化油，之后打圈按摩吸收一下，停留5分钟之后再洗掉即可。现在就可以看得见它完全呈现这种油状了，所以用来按摩也不会拉扯到皮肤。需要说明一下，这个面膜因为非常的油润，如果你仅仅用清水去冲洗呢，它是没有办法清洗干净的，而且它的油分呢还会造成你有一些熏眼睛，所以洗的时候最好是配合洗脸巾一起清洗，而且是由下往上清洗，最后再带到眼周的这个位置。只要遵循这个宗旨，你基本上就不会出现熏眼睛的状况了。先不要急着吐槽它的滋润点，因为只要找对方法，其实这个是可以避免的。毕竟滋润度是造成它保湿力非常强的关键。我一个油皮最不在乎的就是保湿，可是真的是洗完惊为天人，在冬天的时候都会让你感觉皮肤摸起来特别的滋润。当你皮肤敏感，尤其是换季造成你皮肤不适的时候，这个面膜不仅可以有保湿的功力，刚才我也提到它也有舒缓的成分，所以它也可以舒缓你换季的这种不适。5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保湿力跟修复力都极佳的面膜，而且虽然它只有50毫升，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耐用，这点必须要给它点赞。
除了基础的骨胶原精华之外呢，我还同时购入了他们家最出名的抗老精华，就是这款112基底血清精华。30毫升就直接飙到1000多人民币的价位了。虽然这个已经是 MSB 比较高价位的产品了，但是相对于那些比较昂贵的品牌来说，定价还算是比较良心的。毕竟它是打着德国顶级药妆的头衔。只是现在回想起来，1000多的价位，其实买日系的基底精华不香吗？虽然它的配方很完美，各种复合胜肽同样也加了蛇毒三肽，一样可以达到紧致皮肤的作用，而且比传统的6胜肽在淡化表情纹上更为明显，所含有的水解透明质酸呢，又可以保护胶原，并且促进渗透。可是它和骨胶原精华一样，也是这么悄无声息的就用完了。只能说，按照如今大肆流行的成分派，它是一款不错的抗老精华。而且，如果把这个成分换到顶级品牌身上，也许它的价位直接翻3倍。但是如果今天我买的是奥尔滨的基底精华，我真的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透明感跟水润度，而不是像这样什么都没有看到。尽管美容大 V 都在说 MSB 的精华非常的厉害，但我真的觉得钱留下来买别的精华吧。不要去盲目迷恋成分，但是也不要完全不看成分。下面来说一个他们家比较容易入手的产品，200多块钱的一款唇部精华，这呢也是我空瓶的一个产品。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她们不一定在乎你使用的什么样的护肤品，也不一定在乎你使用的什么样的彩妆，但是她们却很关注护唇膏。我的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真的很想把这个唇部修护乳推荐给她，因为这大概是我用过最好用的唇部修护乳了，没有之一。MSB 虽然是一个很讲究成分的品牌，但是它的真正厉害之处在于它的很多成分都是专利，这也是它在医美机构能够走俏的原因吧。但是成分真的好不好呢，还是要看它跟你合不合适的。首先它用到的一个专利成分呢，叫做卡帕里胺，是从褐藻中提取出来的一种蛋白质，它可以防止干燥、保护屏障、抗自由基、抗氧化，并且形成天然的保护屏障。乳木果油滋润抗炎，深海芥子油呢，可以在保湿的同时强化你的细胞膜。尿囊素一样起到保湿、抗炎、抗敏的作用，少不了修护力极佳的泛醇。肌醇呢，也是起到保湿的作用，可以增加皮肤的光泽。效果呢，其实也是等同于甘油，但是没有甘油黏腻，而且可以促进以上成分的渗透。关键是它的这种乳霜的质感，涂上去呢就立刻可以起到舒缓双唇的作用。正好讲到现在嘴唇也非常的干燥了，可以涂上去感受一下，涂上去立刻就能够舒缓双唇，打圈按摩吸收一下，恰到好处的微凉，瞬间给皮肤注满了水分，恢复到一个饱满的状态。我的方法呢是把它当做一个唇部精华在使用，抛开那些黏腻的精华，这个是真正的能够渗透吸收进去的。如果是晚上后续加一个滋润度较大的护唇膏厚涂，一整晚都不会有干燥的问题。如果是白天叠加你平时爱用的护唇膏即可，护唇膏本身的油分呢可以更好的锁住水分，持久滋润。特别推荐给每天都需要化妆的女生，你应该在你洗完脸之后的第一步就先涂上它。最后来说一个涂抹式的面膜，其实是赠品来着，就是这款 MSB 的生物和活性海藻面膜。它使用起来非常的麻烦，你需要很小心的加水，快速的搅拌，然后立刻上脸，不然就会快速干掉凝固，然后就没有办法涂抹平整了。所以整个过程都是非常惊心动魄的。但是它的效果非常好，是一种软膜，很多在美容院应该都有类似的。干燥之后呢，可以直接慢慢揭掉，涂完的皮肤非常的保湿柔软，而且纹理也会变得非常的细腻跟饱满。这应该是很典型的院线面膜了，虽然使用起来很麻烦，但是看到它的效果还是非常想入正货的。以上就是我购入 MSB 产品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的收看。